康熙年间，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史家一字一字地写下黄炎死而名亡。张黄炎，一个让康熙皇帝寝食难安的名字，一个震慑整个清军的人物，一个时代浪潮下的孤勇者，就这样走入我们的视线。那是1659年的一个盛夏，张黄炎与郑成功联合北征，逆长江而上，一直打到了芜湖。这是多年来张黄炎数次攻打长江最大的一次胜利。他后来回忆这一仗的凶险，说是两岸炮声如雷，弹如雨下，鼓飞而肉舞，血腥的场面因为胜利而被他写出了音乐般的欢快。此时距离北京城破，崇祯帝自缢而死已过去了15年。这15年里，张黄炎作为鲁王朱谒海麾下的核心成员，一直在对抗清廷，试图反清复明。他一度创造了4入长江的战绩，震惊了整个清廷。最著名的一次是在顺治10年，张黄炎率领战船从崇明岛沿江而上，攻破清军的层层封锁，直接杀到南京燕子矶，然后趁清军主力到来之前扬帆而去，把清军气得直跺脚。现如今，他又创造了更辉煌的战绩。这一刻的张黄炎一度以为光复故国有望，邻近的州府一看他的势头，也纷纷改其意志。最高峰时，长江两岸有30余座城池处在他的掌控之下。为了这一天，张黄炎已付出太多。他的妻子董氏知道自己嫁给一个英雄，知道聚少离多，但没想到会聚得这么少。他们共同的儿子出生后，张黄炎就离家抗清去了。直到3年后，他终于满身风尘出现在家门口，来不及诉说思念，丈夫就说他是来辞别的，钱塘江防线已破，他要随鲁王到海上征战了。为了缓解妻子的不安，张黄炎和董氏打了个赌，投掷骰子，让老天决定他是走是留。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张黄炎的愧疚，是天意要他离开，并非他自己想走。那天之后，他终生再未与妻儿见面。1652年，张黄炎的父亲张归章去世。张黄炎幼年丧母，少年时代随父亲出外，他的人生观基本是父亲影响和塑造出来的。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，他悲痛万分，但仍然没有回家奔丧。张黄炎被捕前2年，隐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岛上。一个部将要他纳妾，并把战死的将领陈木书的女儿献给他。张黄炎严词拒绝，小姑娘是忠臣之后，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对待？何况我的妻子为我身陷大牢，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？在民族大义面前，他能做的就是独自面对漫漫长夜，以此弥补对妻子的亏欠。清廷官员在与张黄炎交战的近20年间，无数次对他进行诱降或劝降，但不难理解，一个抛弃妻子在所不惜的硬汉，又怎会对敌人许诺的荣华富贵动心呢？他对各种劝降信都不屑一顾，回信也总说自己是名士孤臣，有死无二。但事实上，1644年清军入关时，25岁的张黄炎仅是一个举人，而非明朝的官员。明亡之后，一些士人精英选择了投奔新主，一些选择了抗争，一些选择了隐居。每个人都经受了生死的道德拷问，有咸水太凉投太阳的钱谦益，也有不抗争就无宁死的张黄炎。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宁折不弯的风骨？是每个华夏儿女都熟知的东西——历史。在张黄炎后来的临难诗中，有这么2句：叠山耻死文山早，轻使他年任是非。叠山指谢方德，文山则是文天祥。谢方德在元朝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。尽管如此，因为他没有在元灭宋之日就自杀，张黄炎也要拿他与文天祥互较高下，叹其死的迟了。那些投降的，如刘梦妍之流，更要被他骂祖宗18代了。一个清廷官员给他写信劝降，张黄炎毫不客气地回信：我自己不方便说我想做文天祥，但你也不用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刘梦妍吧。一句话对的这名劝降者羞愧不已。崇祯死后的南明朝廷是一个比起抗清更愿意内斗的政权，各种互相出卖、内讧诋毁、投降辩解，每天都在轮番上演，底线越来越低。张黄炎与那些腐败透顶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别，他纯粹的几乎完美，眼里只有忠义，没有其他。很难想象，这么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，委身于一个这样腐烂的朝廷中，而不感到崩溃。
但有时候信仰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。张煌言在给友人、给敌人、给自己的话语或诗歌中，无处不在强化一个感觉：我是文天祥。哪怕在最郁闷的日子里，他也会通过一次次的战斗来转移他焦灼的心绪。文天祥最后从容就义，实现了青史留名。张煌言肯定也会走上这条路，只是迟早的问题。这一天很快就来了。张煌言的胜利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他的3000水军能够拿下这么多城池，得益于郑成功的主力部队在南京城外牵制住了清军主力。但郑成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认为打下南京如囊中探物，因此迟迟不发兵攻城，一次次延误战机。等到清军援兵赶到，郑成功却打不过了，不得已仓促退兵，留下张煌言孤悬长江中游，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。此时清军重占长江，上下游音信断绝。张煌言请一僧人密藏书信，经小路急送郑成功大营，信中苦劝郑成功千万别撤退，天下事尚可图。信还未送到，郑成功已将沿岸数百里舟师以及驻军撤了，全军逃返福建。深感绝望的张煌言在清军夹击下退入崇山峻岭间打游击。经过残酷的搏斗，他的军队牺牲的牺牲，溃散的溃散，最终仅剩一个随从协印陪着他突围，在善良民众的掩护下一路往东，徒步2000余里退回了海上。不过先于张煌言被抓的是他的至亲。得知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，两江总督郎廷佐忍无可忍，派兵抄没了他在宁波的老家，拘禁了他的妻子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起，企图用人质逼迫张煌言投降。张煌言不为所动，10几年的抗清生涯早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。至亲可以怀念，但不可以成为谈判的条件。但张煌言还是没能藏太久，他遭叛徒出卖。浙江提督张杰因而获悉张煌言藏身的古寺。康熙3年7月20日，趁着夜色，一队清军从山后突入张煌言的住处。当时去逮捕张煌言的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说，张煌言的床下都是书，旁边有一副棺材，床头悬着一柄利剑。张煌言想去取剑，不幸被床杖绊倒了，所以来不及自杀。3天后，他被带到宁波城，一生中最后一次返回故乡，以一个被俘罪犯的身份。父老乡亲听到消息，纷纷出城观看，希望目睹这名坚持抗清近20年的孤胆英雄最后的模样。这些民众的脑袋后面已经拖着长辫，他们看见这个头戴方巾、身穿格布长衫、一身明朝衣冠的文士，双方都觉得恍如隔世，大家不禁潸然泪下。浙江提督张杰此前为了抓捕张煌言费尽心机，此刻他在衙署里接见张煌言，第一句话就是等你等得很久了，第二句则是你若投降，功名富贵有的是。张煌言神色从容，立马接话说，父死不能葬，国王不能救，死有余罪，今日之事速死而已。从1645年参加浙东的抗清运动开始，近20年里他从未怕过死，他一直在等待死亡，等一个恰当的时候。又过了10天，劝降失败的张杰派人将张煌言押送杭州。在杭州的监狱内，张煌言绝食相抗，仍旧不降。后来体恤族会被上头处罚，勉强以水果维持生命。杭州市民跟追星一样追到监狱里，他们买通狱卒，以一见张煌言为荣，或请他题诗留念。那些日子里，张煌言从一个待见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写书法的囚徒，在监狱里自行挥毫，一张一张写的都是文天祥的正气歌。9月初7，张煌言被押赴刑场，看到太阳照在凤凰山头，他赞叹道：“好山色。”心里想的依旧是大明的大好山河。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，他随口吟出早已打好腹稿的4句短诗：我年是59，复逢9月7，大厦已不知，成人万事毕。行刑的时刻到了，张煌言拒绝下跪，昂首挺胸，就义于刀下。对他而言，一个张煌言死了，又一个文天祥活了。此前数日，他的妻儿已在镇江被害，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。数年后，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史家，有书生为他做了一篇《兵部左侍郎张公传》，在其中一字一字地写下“煌言死而明亡”。一个朝代从他被宣布灭亡起，
整整残喘了20年。而张煌言是这20年最后的孤胆英雄，最后那个坚毅而悲伤的句号。